我国空军又一支大队被曝正式列装歼20战机，这也是第二支装备歼20战机的空军旅。那么一个旅的歼20战机能够对周边形成多大的优势呢？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迷彩虎，我是虎哥。歼20战机现在可以说已经成了中国空军的招牌之一了，也正因此，关于歼20战机的任何动向都能引起广大吃瓜群众的注意。而就在前两天，央视正式公布了我国又一支空军大队正式批量列装歼20战机。据央视报道消息，我国空军强军先锋大队已经正式接装了歼20隐身战机，成为中国空军又一支成建制换装歼20隐身战机的王牌部队。说起这一支空军大队，和我国首个装备歼20战机的王海大队一样，同样是一个传奇部队。这个大队所在部队是中国空军第一支航空兵作战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这个旅组成不久就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大队长李汉首创了空战击落记录。而强军先锋大队前身的另一位大队长张基会，在朝鲜战场上空同样屡创佳绩，击落敌机4架，并一举击毙号称远东雄鹰的美国空军王牌飞行员乔治·安德鲁·戴维斯，另一度把这位王牌飞行员吹上了天，并以此贬低志愿军飞行员的美军，在各国记者的追问下颜面扫地，士气大挫，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打出了中国空军的赫赫威名。直到现在，强军先锋大队也仍然是我国的一支王牌部队，多次在空军对抗演习中摘取代表中国空军飞行员最高水平的金头盔奖。当然了，在此之前，这一支王牌部队装备的还是歼 11B 战机。在周边国家，尤其是日韩两国空军战机已经开始隐身化时，这歼 11B 战机显然就有些不够用了。如今批量列装歼20战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强军先锋大队所在的空军旅也是我国空军第二支成建制装备歼20战机的旅。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旅的歼20战机到底能使我国的空军对周边国家形成多大的优势呢？一个空军旅的歼20战机大致数量差不多在40-50架左右，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多，但是对于5代机来说，这个数量可不算小了。而40-50架歼20战机给我国空军战力带来的提高，那也是非常巨大的。如果是针对我国周边那些没有隐身战机的国家，这40-50架歼20战机完全能够在2个方向上对一个局部战场形成绝对的制空权压制。至于说在南海海域，假如说在南海的岛礁部署有这些数量的歼20战机，那么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想要闯南海，那都要好好的掂量掂量。当然了，这么做的前提是歼20战机得做出一些改进，能够挂载各种反舰导弹才行。考虑到歼20那巨大的弹仓，要实现这一点也不是难事。而对于湾湾来说，这40-50架的歼20战机那就真的是碾压级别的优势了，能让湾湾空军觉都睡不安稳。目前湾湾空军最先进的战机无非就是升级的 F-16V 战机，这款战机性能方面充其量也就相当于我军的歼 10C 战机，面对歼20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还手之力的。尽管台湾岛上拥有密度超高的以战斗机、预警机、地面防空系统组成的防空网络，但是在歼20面前，湾湾的战斗机的战斗力首先就得下降一个量级。至于说预警机就更不用说了，在歼20加霹雳15的猎杀下，这些个预警机是很难幸存下来的。可以说就这么40-50架的歼20战机消灭对面的空军基本上问题不大。甚至等到歼20战机拥有对地攻击能力之后，对面的地面防空系统生存性能也要大打折扣，能够直接攻击其关键的防空系统核心节点。整个台湾防空体系的作战能力下降幅度是用腰斩都远远不足以形容的。对于日韩空军来说，这40-50架歼20战机带来的压力基本上也都差不多。
目前尽管日韩两国也都装备有美国 F-35 战机，但是其装备速度和最终数量显然都不会超越我国空军的歼20战机，毕竟国力在这摆着。而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日韩 F-35 都还没有多少的时候，这压力那也是可想而知。如今我国空军的歼20战机装备速度其实也不算慢了，这已经是第2个空军旅批量列装歼20，这具体有多少架，虎哥觉得大家心里也都应该有数了。